加拿大又下雨了，但是在这个下雨的季节里面，我不敢怠慢我的进度，因为这边不小心把 epoxy 放在上面去了，也不是说不小心吧，就是当时自己没有按照步骤来，所以现在要把 epoxy 除掉过后的话，晚点才能焊上去。包括这个轮拱里面也很多锈，昨天的话晚上因为实在没办法去拍，所以先把锈磨了一遍。然后呢，今天准备上漆，顺便呢，我们把这一个延长螺丝这里面的一个 hub， 因为它后面那个地方，也就是说本来孔本身的形状是这么大，然后经过年久失修过后呢，它变这样子了，所以一个螺丝松了，所以我们要把整个 hub 都换一下。刚好后面也有嘎啦嘎啦的响，废话不多说，干活。この番組はハイスピードマシン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首先呢，就是我们的 hub 了啊，能看到我们的 hub 的话是要把刹车要拆下来，从后面把4个螺丝全部都拆下来，然后才能把它取下来过后，把其余的这个松动了，把其余的4个垂掉以后，然后再用东西把它拉出来，拉到我们新的 hub 上面。能看到啊，很多地方其实都已经老化了。你看，就这一个，但是你都已经拆到这个情况，它包括这边都已经是锈得很厉害了，所以而且开出来嘎嘎嘎的响，所以我干脆把它整一个全部换掉。垂了下来。哇，下了，终于下了，要把它垂下来，来吧。hub。这个环看到没有，已经粘死了。这个 hub 也就是为什么这个 hub 会咕咕咕咕的响的原因。你们清理一下。洗 throttle body 的，先洗一下也可以。我们现在要把这几颗螺丝全部都垂下来，已经垂下来1颗了，其他几颗。哎，我操！我刚刚就跑出去买了一个这个东西，赶在他们下班之前把它买回家了。Oh my god！ 这一天天的很紧。
还好我有这种小的 torque wrench， 这后面4个螺丝分别都是47 pound-feet 的 torque， 一个，两个，哇，好锻炼核心力量这个，3个，还差一点。OK， 再把它每一个都拉出来就可以了。OK， 我们的新的 hub 加上 extension key 就装好了，检查一下，非常完美。非常完美，这就不会掉下来了吧？后面这2个是54磅尺，上面一个再检查一遍。OK， 搞定。再装进去。像这样，这个小东西就要对里面，因为这里有这个后刹车的那个piston的痕迹在这里，所以就。好了，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到你的卡钳的里面，这样有一点点角度，带点角度进去，左边。然后右边 ，OK， 然后给它装进去。好了，然后呢？我们就把螺丝给它装上去。这2个我们是打17磅，但17磅的话打不打能打吧？安装精度。17磅好轻啊 ！OK， 这么一来，我们的这个后面的刹车也装回去了，整个extension 不像之前晃了，不会掉了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搞好了 ，OK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模里面的锈了。OK， 经过1夜的修整过后呢，我们今天要把这里面稍微再磨一下，然后用水把它洗一遍过后，吹干过后的话，我们来上一层那个 rust converter，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你有些细小的地方啊，因为如果你直接上 epoxy 的话，
它会让一些细小的地方做不到，而且 Rust Convert 的话可以让它综合了、固定了。所以呢，开始干活吧。然后包括这一边的一些，我们昨天能看到这一些涂了 epoxy 的地方，我等一下，我等那个 weld primer 到了过后，我再把它去除掉。先上一层 primer 呢，是为了让它锈更加进去，因为最近在下雨或什么之类的，比较麻烦一点的就是你要把它做好，你就必须得一步步的这样来做。差不多了，然后洗一下过后，然后吹干，吹完过后开始包。然后呢，我们吹哥开始包，避震我就不包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可能换一个新的避震，所以那我呢先把这个地方给它 cover 住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铺。一层，我这里就铺第二层。第二层做完了。现在呢，我做了一个像这样子的东西，因为你要把手从这里穿过去，去涂里面的这一个环氧。那么还是要先把这个防范工作做好，因为像这种epoxy 的话，我们今天要用到的就是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的话呢，会产生一个固化效果，它会像一层漆一样擦在上面，这样就可以让整一个锈不会再次的延伸进去，或者是再受到外界的更多的新的锈在上面。包括你有时候洗车或什么之类的，难免会有点水进去，这样子的话对它一个保护是非常好的作用。我们小的一瓶用完了，我们现在还开这个大的一瓶。那么你需要用到 epoxy 的东西呢，首先呢，你得戴上这种口罩才行，因为这种东西的话，还是对人体有一定伤害的。其次呢，你需要用到一个刷子、一张纸、一个保鲜膜和一个塑料桶。因为我们用不到这么多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打开以后，然后倒进去。当然了，手套也是必备的。你不想这个东西扎手的，很难洗掉。哇，你可以再紧一点，哥。擦到这么多就可以了，把它擦干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找一个像这种垃圾袋一样的，就最方便垃圾袋了。我们就把它一套，把不要涂的地方、怕掉的地方全把它套起来就好了。大概像这样就 OK 了。然后你涂的时候呢，也是要格外小心，因为我们是从上面开始的，所以我们最好是从上面开始涂。好了，这样一来，我们把里面就全部都涂上了。OK， 我那个相机又满了，然后没电了。趁着我们充电的时候呢，我先用手机把它拍了。
刚刚把它整个都磨了一遍，然后把它包起来了，也洗过了一遍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开始喷了。开始我们的 Rust Conveyor 来喷。弄之前你就得把它全部摇好。让它干。那么像这种油箱盖的盖子，你要像这样子把它这样吊起来，这样的话干的就比较彻底一点。找个架子把它吊起来就好了。等它完全干透了过后呢，我们再把所有东西全部都装回去。这样呢，整个轮拱的方向已经做完了。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这边的 epoxy 全部都去掉，我们再把它一个个的焊上去，然后再打磨、刮腻子，然后喷一遍漆，做一下色差的调整就好了。再把我们上面的包围一装，这样整个车基本上就做完了。哦，还有一个东西，你们有人跟我说这个要换掉，我有其实。但是我想最后再办它，因为门还要修。我到时候把门修完，你看这边，包括这里一些东西全部都要处理掉。看得很清楚，这边已经发白了的，已经缺口的，全部都处理掉。然后我自己再进行一个重新的包膜，这样就可以把它完成了。总之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是干完活以后就特别想抽烟，就很累，一点一点把这个 project 完成。Yeah，that's about it。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，我可以出一期教程怎么喷这个 fiberglass。其实对于 fiberglass 的话也不是很难，但是对于 plastic 那一种的话，因为前后杠还有车顶是 plastic， 是塑料的，它要用到一些去油的东西，然后再来喷。其实也可以自己做，但就是我在考虑这个问题要不要自己做。如果想让我自己做的话呢，在留言区里面请扣1，然后我顺便出教程。这样的话，就整台车的 project 就是我自己100%全自己完成了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个避震要换，因为避震的这个东西的话，我在家里换也没有那个4轮定位机，这样对吧？喜欢的话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。